大家好，我是微庄主哈。那最近呢，我在写一本关于黄金的书，本来是没有什么精力跟心情去录视频，但是最近呢，黄金又连创新高哈。我想很多朋友还是很想知道这个位置呢，到底还有没有机会，有没有风险。那关注我时间长的老朋友呢，应该手里早就握有黄金，而且仓位还不小，而且应该是已经握了很长时间了哈。那么现在这个行情走到了这个位置，我们看这边是80年，已经超过了45年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趋势线。我们说它是会继续往上走呢，还是会下来？对，我们曾经也突破过，但是又下来了，现在又上去，对吧？这个位置到底是高风险呢，还是说是机会？我在我的书当中有详细的去阐述，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看黄金的时候，不能单独去看黄金，而是要看这个黄金跟美股的一个比值问题哈。为什么要看美股？因为美元现在是国际货币。那我们看呢，在过去的这个股票跟黄金的比率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比率呢是股票除以黄金啊，在往上走的时候呢，就是股票跑赢；对，往下走的时候呢，就是黄金跑赢。本质上呢，在这样的位置、这样的位置跟这样的位置，我们都要手握黄金。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去理解它？这个位置、这个比率是会往上走，还是会往下走？这就是目前我们到底能不能继续持有黄金的一个最关键的点。我们复盘以前的这种位置，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资本反转事件。什么意思？就是在这种位置的时候，全球资本就会从股市往贵金属走，对吧？那么在这种位置它是不是呢？从目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看啊，这有一条很关键的颈线，这里还有一条颈线，对吧？好，那么前面也是这样的，前面也是这样的。那么看这个图，我们怎么来确认它是上升还是下降？在我的书当中呢，我就有给它做一个量化分析，这是提取它的周期。这个红色的线就是我们常讲的康波周期，然后绿色的是美元周期，黄色的就是美元周期的一半哈。这个蓝色的线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股票跟黄金的比率。那像这种位置，就是说这个全球的资金就是会从股市往黄金当中去走，会去产生大的行情。就是说黄金这个品种它想产生大的行情，是一定要这样的位置的。那么大家看哈，这个位置是上一次的互联网泡沫。那本质上呢，其实是股市走得太凶了。如果我们看这个图的话，会发现什么？目前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够跟它对标的时间就只有大概在70年左右，这种20年左右的这种位置才能跟它对标哈。2000年其实这里是没有办法跟它对标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周期的同样的位置。但是我们也可以去看，就是在这种大的行情下，在这种资本反转的这个过程当中，黄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我们说呢，当我们定位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个周期啊，它都会往下走。也就是说，这个蓝色的线会往下走，那么就解决了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是这个紫色的这个线啊会往哪里走的问题。那么如果它往下走，就是黄金继续跑赢。所以说呢，其实本质上呢，这里反转还没有完全发生，因为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它现在这个位置呢，你看，如果这里画一条关键颈线的话，这里其实还有一条颈线，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还是在做一个头部，一个小头部，真正的大头部应该是在这里。好，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黄金虽然说它上涨了很多了，但是它的大型的行情其实还没有完全开始，就是这一轮大的行情还没有完全开始。所以从长期来看的话，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我觉得在这种位置呢，就不要去想太多。好，市场有可能会波动，但是时间总会站在你这一边。那我们再看哈，假如说黄金往上冲，它会不会在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回调？大概会有多大程度的一个回调？在上次发生资本流转大概是这种位置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里画一条颈线，什么意思哈？它在这个整个这个头部产生，大家看哈，这个头部产生其实很长时间，大概是从这个高点开始是99年哈，到最后跌破这个颈线，大概是
2年多的时间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头部。那它在跌破这个颈线之后呢，一般还会有一个像这样的回踩，给大家画出来，像这样的回踩，这种回踩就会产生黄金的回调，明白吗？你看哈，下面这是黄金的行情，这种回踩，这种往上走的这样一个回踩，我们典型的技术分析下来之后，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回踩颈线，回去测试颈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黄金就会下跌。好，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在长周期位置上呢，2000年的这一次市场，它并不能代表目前的一个周期位置，只能说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个资本的流转事件。那在这个资本流转事件这个下跌的幅度呢，也就是说它回踩这个幅度呢，导致这个黄金的下跌呢，大概是10%左右。那我们再看前面70年的那一次，才更适合去分析这一次的资本流转事件。如果我们回去看前面的这一次，这一条关键颈线在这里，那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那这样的过程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比较像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位置呢，它黄金已经涨了很长时间了，看到吗？它需要一个回调。刚才我们讲的2000年那种位置呢，黄金还没有几乎没有怎么起涨，所以我们其实这一次呢就要观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的一个资本流转的一个过程当中，黄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种位置呢，大概也就是一个15%左右，15%左右的一个回撤。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资本流转真正的往下走了之后，在这种位置这样的一个位置往下跌破颈线又往上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就会有一个10%几的一个回撤，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在这之前，在它快速跌破颈线的时候，也就是黄金大幅度上涨的时候，看到吗？就是黄金在资本流转事件发生的时候，先是来一个大幅度的跃升，然后往回撤，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如果回去再看现在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是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有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大颈线。那么黄金应该会这样下来，就是它这个比率它应该是这样下来。这就是一个大概那么现在目前呢，大概就是走了一个这样的位置，然后它快速下来之后还会有一个回调，然后再下来再回调，明白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说这个比率上升，也就是股票跑赢黄金的这一个位置的这种位置，可能就会有10%左右的一个回撤。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说，你要怎么去交易呢？既然知道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去交易啊？首先呢，如果你现在手里没有仓位，我觉得呢，你做定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想一次性进去的话，可以等到我们的周期位置低于5以后再去做它不一定会到0，就是低于5以后去做，风险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仓位，你又是一个长期投资者，你就不要去搏一个这10%的一个波动。什么意思？就是在顶点出来，然后低点再进去，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每一轮市场都不一样，我们不太确定到底哪里是顶点。你长期投资者10%到15%的回撤是很正常的。那么现在的黄金的位置呢，大概是2900认为它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行情因为它要跌破这个嘛。在跌破这个过程当中，黄金应该还会冲一下，然后再回撤到这个位置，目前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如果你已经是有仓位的，你不要动；如果你一直在定投的，你就持续定投；如果你还没有入场的，在等待入场的，也有2种方式，定投跟一次性，对吧？那么定投的话呢，你就不要去太关注这10%的低点到底在哪里，你就从现在开始定时定额的去投。如果说你是一次性的资金想要进去的话，那么目前这个位置可能在短期来讲性价比并不高，
你可以等到整个的周期位置，短期的周期位置跌到5以下，再往里面走。希望我能把这件事情已经讲得清楚了。现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对应着大概7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黄金行情，所以我认为这一轮市场如果按照我们的分析的话，这一轮市场应该还没有到快速上涨的就真正的大行情的时候哈。你要如果看这个月线啊，你看它是这样一直往上走，对吧？可是其实你要如果仔细看的话，它的这个里面的波动是挺大的。你像这种位置都是很大的波动，我们看一下这种位置波动多大，这种位置又跌了35%，看到吗？不过这种位置呢20%多，就是在整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回撤20%、30%是有发生过的，但是呢它后面还会上涨，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呢应该是长期上涨的一个短期的高点，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这样的位置啊。我希望我跟大家的这个讲述跟定位能让大家明白，你是长期投资者跟短期投资者，你的交易的模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在同一个点位，长期投资者可能是会加仓，短期投资者可能觉得我短期高点我要出来，所以方向可能不一样哈。但是我希望我的读者们呢，就是我主要还是服务长期投资者，所以呢，在这种位置呢，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你就继续持有，问题不大。黄金的长期牛市还是正在路上，大家且看哈，且等着这个黄金的行情真正走出来。从这个资本流转这个图当中可以看出来，其实黄金真正的大行情还没有开始。我们会看到未来5年左右黄金市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表现。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